你的头脑像一个拥挤的市场，持续的噪音，命令来自四面八方，其中大部分来自你未曾选择的冲动。你的注意力被手机屏幕上的一道闪光偷走，你的平静被一个甚至不认识你的人的意外批评所摧毁。你醒来，甚至在你的脚接触地面之前，你的头脑就已被他人的议程、对未来的焦虑或过去的重负所绑架。你向自己承诺，今天会有所不同，今天你将掌控一切，但到了中午，你已经筋疲力尽，反应过度，疲惫不堪，内心感到挫败。你看着镜子，认不出本该在那里的君主，只有一个无尽混沌的疲惫经理人。你并不孤单在这种感觉中，这就是现代奴役的状况。我们不是被铁镣铐锁住，而是被无形的反应性锁链束缚。我们是通知的奴隶，他人意见的囚徒，自己不守纪律的欲望的人质。这种慢性的内在混乱感，这种失控感，不是性格缺陷，而是一个没有国王的王国的症状。你的头脑本应是一个秩序和力量的宫殿，却变成了一个被入侵的领土。任何短暂的想法或情感都可以坐在宝座上发号施令。你没有在统治你的生活，你只是在日复一日的对它的反应中幸存下来。但如果我告诉你，这种混乱不是永久的判决，而是一种缺乏架构的结果呢？如果你可以一砖一瓦地建造一座内在的堡垒，如此坚固，以至于没有一场外部风暴能动摇它呢？解决这种混乱的方法不是与外部世界做斗争，而是成为内部世界的主人。在这个视频中，我将教给你内在君主的7条法则，让你停止反应并开始统治的确切工具。如果你准备好开始这项建设，请订阅这个频道，作为你纪律的第一个行动，并且为了坚定你的承诺，评论你正在从哪个城市观看并声明：我控制我的情绪。我们将用于这项伟大工程的哲学，不是一种死去的学术理论，保存在尘土飞扬的书籍中。它是一种心灵的技术，它是内部主权的工程学，在皇帝、奴隶、将军和艺术家的生活战场上经受过考验。这就是现代斯多葛主义。但忘掉那个把斯多葛主义者描绘成冰冷、没有情感的雕像的漫画形象，那是一个误解。真正的自我掌控，真正的精通，不是关于没有感觉，而是关于不被你的感觉所奴役。它是一种在你身上发生的事情和你选择如何回应之间创造一个刻意空间的实用艺术。它是将噪音与现实分离的纪律理解到，虽然你无法控制外部事件、交通、经济、同事的批评，但你对你赋予这些事件的意义拥有绝对且不可协商的控制权。因此，当你宣称我是我自己的主人时，要明白这不是一个模糊的积极思考咒语。我们不是来这里用空洞的肯定来欺骗自己的，这是一个建设法令。这是一个建筑师看着一片混乱的土地，决定以绝对的专注在那里树立一座杰作的庄严誓言。精通不是你神奇获得的礼物，它是一个你建造的结构，它是一门手艺。你一砖一瓦地建造它，一个有纪律的选择接着一个有纪律的选择，日复一日。这无关乎试图控制外面的风或风暴，这关乎建造一个内在城堡，如此坚固，设计如此精良，以至于没有风暴，无论多么猛烈，能够动摇它的地基。世界可以咆哮，但在你的堡垒内，秩序统治一切。马可·奥勒留，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罗马皇帝，他凌晨时分写作，不是关于如何统治帝国，而是关于如何统治自己。他面对了瘟疫、无休止的战争和个人的背叛，却仍然找到了平静。他提醒我们，你对你的头脑有力量，而不是对外部事件。认识到这一点，你就会找到力量。他明白，权力的真正宝座不在罗马的宫殿里，他在他自己的头颅里。艾比克泰德以奴隶身份开始生活，证明了一个人即使身体被束缚，但在精神上可以比他自己的主人更自由。他们使用的同样工程学，现在可供你使用。让我们开始建造你的堡垒。内部主权的第1条法则是最根本的，而且是绝对的。
你必须成为你头脑的大门守护者。你的初始任务，指挥官，是在你现实的沙滩上画一条清晰且不可协商的线。在这条线的一侧，你将放置你无法控制的东西，雨水、交通、经济、他人的言语，他们对你的看法、过去。在线的另一侧，你将放置你控制的东西，你的思想、你的诠释、你的选择、你的行动、你的努力，以及最重要的，你对发生的一切的反应。这是你唯一且真正的领域。你所有的力量，你所有的能量和你所有的力气都存在于这条线的这一侧。内部冲突立即开始，因为你的头脑多年来一直被训练去做完全相反的事情。你醒来，你的平静被摧毁，因为在下雨，这是你无法控制的。你变得愤怒，因为有人在交通中别了你，这是你无法控制的。你花费数小时的精神能量反复思考一个不公正的批评，他人的言语，这是你无法控制的。我们成为试图统治不属于我们王国的大师，同时让我们自己的王国，我们的头脑完全被遗弃，被任何反应性情绪入侵。这是导致精疲力竭和慢性焦虑的秘诀。这种趋势是人类虚荣心的陷阱。我们秘密地相信，如果我们足够担心，如果我们抱怨的足够多，如果我们足够沮丧，我们就能以某种方式迫使宇宙服从我们的愿望。但这是疯狂，这相当于对太阳大喊，让它快点落下。你可以花一辈子的时间大喊，但太阳只会遵循它的轨迹。你的老板将继续是你的老板，市场将继续波动。你愤怒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毒害你自己的王国。真正的主权始于彻底谦卑地接受那些不属于你指挥的东西。想象一下，你的头脑是一座堡垒，而你是主大门的哨兵。整天一大群事件接近，混沌军团，一个名叫意外批评的士兵接近，一个名叫坏消息的信使敲门。反应者，奴隶，打开大门，让所有人进入。批评跑到宝座室开始发号施令，坏消息点燃了内部庭院，结果是堡垒内的恐慌。原本在外面的混沌，现在到了里面。大门的守护者，君主，行动方式不同。他在大门口拦住意外批评的信使，他检查他并问道：你在我的控制之下吗？信使回答：不，我是别人的意见。守护者于是说：你没有许可进入内部庭院，但我对你的回应，那个可以留下。然后他拿起他自己的回应：我选择不被冒犯，我选择从中学习，或者我选择忽略它，并把它带入堡垒内，而信使被留在外面，无能为力。大门守护者的比喻必须成为你的积极实践。当电话响起，带着紧急需求时，停在大门口。我能控制这个需求吗？不能。我能控制我冷静和有组织的回应吗？能。当对未来的焦虑出现时，我能控制明天吗？不能。我能控制我今天的准备行动吗？能。你停止浪费你宝贵的意志力去推那些无法移动的墙，你把所有那些浪费在无用挫折上的能量重新导向一个单一点，你自己的行动。通过练习这条法则，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你头脑中持续的噪音减少了，慢性焦虑消散了，因为你停止了背负世界的重担，你只承载属于你的东西。你变得轻盈、专注，并且异常强大。你不再是风中的叶子，被任何情况带走。你是那棵树，深深扎根于属于你的土壤中，尽管风可能吹，它再也不能把你从你的中心拔起。这是你城堡的第一个支柱。主权的第二条法则是你锻造自由的地方。你必须创造并保护力量空间。那是什么？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尔，一位大屠杀幸存者，说道：在刺激和回应之间存在一个空间，在那个空间里存在着我们选择回应的力量，在我们的回应中存在着我们的成长和自由。反应型的人，奴隶，没有这个空间。对他来说，刺激和回应是融合的。有人侮辱他刺激，他立刻喊回去回应；老板提出批评刺激，他立刻感到自怜回应。没有选择，这是一种反射。然而，君主生活并统治在那个空间里，内部冲突在于这个空间在开始时似乎不存在，它持续不到1微秒，
冲动是一种古老的生物力量，当你被激怒时，肾上腺素涌入你的系统，你的心脏加速，你原始的战斗或逃跑，头脑在你的理性自我甚至来得及穿上靴子之前就接管了控制。你的任务是积极地创造这个空间，这是一个刻意建设的行为，你正在字面上地重写你大脑的布线，在冲动的汹涌河流和你需要保护的城市之间建造一座大坝。我们未能创造这个空间，因为我们混淆了反应与力量。我们相信立即回应，成为言语上最快的枪手，是力量的标志。事实上，这是虚弱的最终标志。它证明任何人或任何事物都可以拉动你的绳索，让你像木偶一样跳舞。如果互联网上一个陌生人的简单评论可以毁掉你1个小时的平静，谁在控制？你还是那个陌生人。如果一个在你前面的慢车司机可以劫持你的血压，谁在驾驶你的生活？你还是那个司机。真正的力量不是爆发，真正的力量是刻意的克制。想象你是一个驯狮师，一只年轻而野性的狮子，我们称它为愤怒，咆哮着向你扑来。业余的驯兽师反应者有2个选择：惊恐的逃跑，或者拿起鞭子用同样的愤怒攻击狮子。在这2种情况下，狮子都在控制互动。大师级的驯兽师君主做法不同，当狮子扑来时，他保持坚定，他不攻击也不后退，他只是观察狮子。他创造了一个空间，他看着野兽的眼睛，承认他的力量，但不屈服于他。在那短暂的沉默中，在那个力量的空间里，驯兽师做出他的选择。他不服务于狮子的愤怒，他不成为愤怒，他观察它，然后以平静和权威，他发出下一个命令。他不对狮子做出反应，他在狮子面前指挥自己。你的情绪是你的内部狮子，愤怒、恐惧、嫉妒、欲望，他们会咆哮，他们会前进。你作为君主的第2个任务是，当情绪前进时，把你的脚踩在地上，创造暂停，呼吸，观察愤怒的出现，观察恐惧，不要为它服务，不要逃离它，只是观察。这个练习是每天的训练，从小处开始。当电话震动时，不要立即拿起它，创造一个3秒钟的空间，这是一个微纪律的行为。当有人说了些恼人的话，在你的嘴巴张开回应之前，深呼吸1次，那就是你的空间。一开始，你能创造1秒钟，通过练习，这1秒将变成5秒钟，而在5秒钟内，你的理性大脑可以从爬行动物大脑手中接过指挥权。在5秒钟内，你可以把一个灾难性的回应变成一个明智的回应。通过掌握这条法则，你重新获得了生活的缰绳。你不再是一个反应性的木偶，而是成为一个刻意的行动者。你意识到没有什么能让你感到愤怒。事情发生，而你选择愤怒作为回应，或者选择平静，或者理解，或者策略性的沉默。力量不在于事件，力量在于你在事件和你的选择之间培养的空间。用你的生命保护那个空间，因为你的自由就是在那里锻造的。主权的第3条法则要求你拆除世界上最具压迫性的系统之一，你对外部验证的需求。普通人、反应者生活在一个永久的公共法庭中。他醒来，他的第1个行动是检查别人的想法、点赞、评论、电子邮件。他穿衣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同事的认可。他衡量自己的成功不是通过他自己的努力和美德标准，而是通过人群的掌声。他外包了他的身份感，他的自尊是他人意见股票市场上的一种异变产品。随着那些坦率地说正忙于担心别人如何看待他们的人们的心血来潮而涨跌。冲突是深刻的，因为这种归属需求是生物性的。我们是社会性动物，被群体拒绝对我们的祖先来说意味着死亡。因此，你的大脑被编程为不惜一切代价寻求批准和避免不批准，这是一种过时的生存机制。今天，这同样的编程成为了你的监狱，它阻止你说出真相，走自己的路，建造非凡的东西。因为害怕他们会说什么，你变成了一个平庸的演员，出演一部你甚至没有选择的戏剧。
只为确保观众不会离开。君主明白，寻求外部验证就是把你王国的权杖交给一个陌生人，就是允许任何人穿过你堡垒的大门，告诉国王他应该有什么感觉。马可·奥勒留自问，这令人震惊。我们爱自己胜过爱他人，但我们更在乎他们的意见，而不是我们自己的。你给了随机的人们，那些不知道你的价值观、你的牺牲或你的目标的人，对你生活的审判权。你需要解雇这些法官，他们所有人。立刻，这条法则的比喻是建造你的内部法庭。想象一下你城堡内的一个大厅，在这个大厅里只有一个法官席位，而坐在上面的是你。这是唯一一件重要的法庭。当你完成一项困难的任务时，你不需要等待你的老板表扬你，你向你的内部法庭报告，你看着你的努力、你的纪律、你的正直，然后你自己敲下法锤，工作做得好。当你失败时，你不会因为害怕外部批评而躲藏，你向同一个法庭报告，不是为了惩罚，而是为了诚实的评估。努力是最大的吗？意图是正确的吗？我们学到了什么？外部的掌声，如果它来了，这是一个愉快的额外奖励，但无关紧要。你把它当作遥远山谷的回声，它只是噪音。外部的批评，你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它，你以战略性的疏离感倾听它，就像一位将军听取侦察兵的报告。那里可能有用的信息吗？也许敌人说我们的左翼很弱，反应型的将军感到被冒犯。君主将军说，我们去检查左翼，如果是真的，我们就加强它，如果是假的，我们就忽略它。他使用信息，但拒绝伴随而来的情感毒药。这种做法是解放性的，但需要勇气。下一次你发布某事时，抵抗住1个小时内检查点赞的冲动。下一次你做决定时，基于你的核心价值观和原则来做，即使它不受欢迎。当有人赞美你时，观察那种新快感，礼貌的感谢，并记住他的观点不能定义你。当有人批评你时，观察那种痛苦感，礼貌的感谢，并记住他的观点同样不能定义你。唯一重要的判决来自你的内部法庭。当你按照这条法则生活时，你变得不可动摇。你发展出斯多葛主义者所称的心绪宁静，一种来自知晓你与自己的指南针保持一致的内在宁静。人群的意见随风而变，但你的内部法庭建立在坚固的岩石上。你的价值观，你停止试图取悦世界，并最终开始尊重自己。你在波涛汹涌的海洋中成为自己的锚。主权的第4条法则是关于你将你最宝贵的财产，你的注意力引向何方。普通人允许他的注意力被分割，他的头脑是一个破碎的探照灯，同时向20个不同方向投射微弱的光束。他试图在检查手机的同时工作，试图在看电视的同时与家人交谈，试图在思考账单的同时读书，结果是所有领域的平庸。他永远忙碌，但从未富有成效。他永远在线，但从未在场。他的注意力不是由他的意志引导的，而是被拍卖给出价最高者、最响亮的通知、最新的冲动。这里的冲突在于，现代世界是一台专门设计来摧毁你注意力的机器。工程师军队投资数十亿美元，只为一个任务：打破你的专注力并窃取你的眼球。而你的大脑反过来对新奇事物上瘾，它渴望下一季由新信息或分心事物提供的多巴胺。与此抗争不是一场公平的战斗，这是你赤裸的人类意志对抗超级计算机。这就是为什么单一焦点不是一种自然状态，它是一个宣战。这是对分心文化的有意识的反叛行为。缺乏专注是自我掌控的死亡。塞涅卡警告我们，无处不在就是无处所在。如果你的头脑总是在别处，你没有在过你的生活，你只是在见证它的碎片。你无法建造一座堡垒。如果建筑师每30秒就放下蓝图去看一只飞过的鸟，你无法统治你的王国。如果国王不断地从宝座室跑出去看庭院里发生了什么，深度、成就、有意义的工作和有意义的关系，所有这些只存在于深刻和在场的专注状态中。比喻是意志的激光。反应型的头脑就像一个普通灯泡，
它的精神能量，比如说100瓦消散在360度，它照亮了整个房间，但是微弱的，没有力量燃烧或创造任何东西。君主学会把这个灯泡变成一个激光，他拿起同样的100瓦精神能量，把它们集中在一个单一、相干且强大的点上。这束聚焦的光束现在可以切割钢铁，可以执行复杂的手术，可以建立帝国。你的意志，当它被聚焦时，是宇宙中最强大的力量。那么，你的任务是练习单一焦点，这意味着向干扰开战。当你决定工作时，你的任务就是工作。关闭通知，关闭标签页，把手机放在另一个房间，设置一个45分钟的计时器，全身心投入到一项任务中，就好像你的生命依赖于它。当你的思绪漂移时，它会的。不要评判自己，只是温柔但坚定地把它带回到激光点上。专注力的训练不是关于永不分心，而是关于你多快注意到分心并返回到任务上。当你和家人在一起时，你的任务就是和他们在一起。你的意志激光应该指向对话，指向连接。手机应该留在口袋里，过去和未来应该被留在堡垒的大门外。在场，现在是你的力量真正存在的唯一时间点。通过练习这个，你不仅会在工作中变得成倍高效，你也会在人际关系中变得更有人情味。你会给人们你能给的最好礼物，你全部和不可分割的注意力。这条法则的结论很简单，你所专注的就会扩展。如果你专注于分心，你的生活将是一个分心；如果你专注于你的混乱，你的混乱将会增加。如果你以激光的强度专注于你面前的唯一任务，你将建造你的堡垒，你将成为你自己头脑的主人，不是因为你的头脑停止了游荡，而是因为你成为了把它带回中心的专家。你控制光束，刻意地指向它。主权的第5条法则要求你停止做时间河流中的乘客，成为你日子的建筑师。反应型的人醒来没有计划，他是一艘没有舵的船。他读的第一封电子邮件决定了他早晨的航向，他看的第一条新闻决定了他的心境。他从一个紧急情况漂浮到另一个，从一场火灾到另一场，感觉很忙碌。但到了一天结束时，他回头看，意识到他在任何对他真正重要的事情上都没有取得进展。他没有行动，他只是反映了他是机遇的木偶，不是他意志的主人。冲突在于惯性是舒适的，漂浮比划桨更容易，回应他人的需求比创造和强加自己的需求更容易。刻意行动需要启动能量，它要求你说不。在君主的词汇中最困难也最重要的词，你必须对好的机会说不，以便对必要的机会说是。你必须对他人紧急的请求说不，以保护你自己深度工作的时间。这是纪律的痛苦，而大多数人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它。问题在于，时间是你真正拥有的唯一货币，而你正在免费分发它。你允许时间盗贼进入你的金库，拿走他们想要的任何东西。塞涅卡再一次对此残酷的清晰，不是我们活的时间短，而是我们浪费了太多时间。你用你无法挽回的时间小时交换廉价的娱乐、无用的讨论、无意的担忧。你的行为好像你会永远活下去，但事实是你的时间是有限的。君主知道这一点，他把每一天都当作一个微型生命，把每一小时都当作一块珍贵的积木。比喻是时间的建筑师。反应者住在一所随意建造的房子里，这里因为紧急情况增加了一个房间，那里因为分心打碎了一扇窗户。这是一个脆弱而混乱的结构。君主建筑师每天都从一张蓝图开始，他不计划每一分钟，因为他知道他需要为风暴留出空间。法则1，但他设定了他一天的主粮，他确定1到2个必要的行动，如果完成，将使那一天成为一场胜利，无论还发生什么。这是你的任务，在新的一天开始前，或在前一天晚上，定义你的必要胜利。它可能是写1000个字，花1个小时专注于那个项目，或者和我的孩子们共度1个小时的真正陪伴。这是你的主粮，你一天中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任务是安装这根梁。你凶猛地保护它，
你首先做这件事，如果可能的话，在世界醒来并开始敲你的门之前，这就是马可·奥勒留所做的。他在黎明前醒来统治自己，然后才去统治罗马。这种刻意行动的练习改变了你的身份，你不再是自己为不堪重负的人，而是开始视自己为专注的人。你停止说我没有时间，而是开始说这不是一个优先事项。这种简单的语言改变加强了你的主权。你不是你日历的受害者，你是它的设计师。你出于选择而行动，不是出于冲动。你成为原因而不是结果。通过成为时间的建筑师，你停止过偶然的日子，开始建立一个有意识的生活。你会意识到你有足够多的时间去做重要的事情。当你停止把你的时间给那些不重要的事情时，你不需要更多的时间，你需要更多的意图。这条法则不是关于时间管理，它是关于自我管理。构建你的一天，否则你的一天将会摧毁你。主权的第6条法则也许是最矛盾的。为了获得真正的控制，你必须在某些时刻放弃控制。反应型的人与现实处于持续的战争中，他浪费巨大的能量，希望过去有所不同，希望人们如他所愿，希望环境更容易。他被困在如果和我希望的循环中，这种抵抗是他所有痛苦的来源。他正试图逆着强大的水流游泳，他所得到的一切只是精疲力竭和挫败感。他混淆了接受与被动，冲突在于接受，听起来像失败。我们的自我告诉我们，接受一个坏情况等同于批准它或放弃。如果你的老板不公正地对待你，接受这似乎是软弱；如果你失去了工作，接受这似乎是失败。我们想战斗，我们想责备，我们想抵抗，但君主明白接受与被动之间的关键区别。被动是说这很糟糕，我无能为力。斯多葛的接受即对命运的爱是说这发生了，这是事实，现在我如何利用它？抵抗现实就像试图用橡皮锤雕刻大理石，你可以随心所欲地敲打，但大理石不会改变，只有你会累。过去已经刻在石头上，他人的行为超出了你的控制法则1。事件的本质就是如此，你不能改变既成事实，你只能改变你对此所做的事情。痛苦不是来自事件本身，而是来自你对它徒劳的抵抗。痛苦是不可避免的，受苦是一种选择。比喻是潮汐大师，想象你是一艘帆船的船长，反应者新手船长试图直接逆风逆潮航行，他诅咒风吹错了方向，他责怪潮汐太强，他与自然元素战斗，他的船停滞不前，或者更糟，被抛向岩石。他专注于他希望风做什么。潮汐大师、君主船长行动方式不同，他首先接受风向和潮汐的力量作为事实，他不会浪费1秒钟的能量去抱怨他们。一旦他接受了情况的现实，他不会放弃，他不会放下被动。相反，他调整他的帆，他利用那股似乎在对抗他的风的力量曲折前进。他利用他对潮汐的知识来抓住一股有力的水流。他不与现实战斗，他与它共舞。他把障碍转化为道路，那看起来像是一个障碍的东西，对他来说只是用于做出战略决策的又一组信息。这是你的任务，练习战略性接受。当今天有事情出错时，肯定会有暂停一下法则2。与其说这不应该发生，不如说好的，这正在发生。这是新的情景，我有哪些选项？如果你被解雇了，好的，事实是我失业了，抵抗和恐慌帮不了我。我能控制什么？我的简历，我的人脉网络，我的准备。你接受事实，这样你才能基于事实行动。通过掌握这条法则，你变得反脆弱。当生活偏离你的计划时，你不再破碎，相反，你变得更强大。每一个障碍，每一次挫折，每一次逆潮，不再是痛苦的来源，而是一个练习美德、创造力和韧性的机会。你不再要求生活更容易，相反，你变得更强大。你学会如此精湛地调整你的帆，以至于任何方向的任何风都能带你到达你的目的地。
第7条也是最后一条，主权法则是连接所有其他法则的纽带。这条法则确保你的堡垒不是一个被遗弃的项目，而是一个活的结构，每天都在变得更强。精通不是一个目的地，它是一种实践。普通人寻求魔法般的解决方案，他读一本书或看一个视频，期望被治愈。他相信自我掌控是你可以一劳永逸达到的东西。他把哲学当作娱乐。当生活狠狠地打击他时，他发现他的知识是理论上的，他的堡垒是纸做的。他知道该做什么，但他没有做。冲突在于每日的实践是单调的，他不光彩照人。在超市排队时练习力量空间不会有掌声，选择不抱怨天气法则1不会有奖项。这是一项安静、无形、艰苦的工作。消费新信息比应用旧信息更令人兴奋。混沌是宇宙的默认状态。如果你停止积极建设，你的堡垒不会停滞不前，它开始崩溃。纪律是对抗这种伤的每日和有意识的战斗。我们失败是因为我们高估了事件，而低估了过程。我们想要之前和之后类型的转变，却没有期间。我们想要收获，却没有在炎热的太阳下日复一日的犁地和浇灌种子的劳动。君主明白，他不是他堡垒的访客，他是总司令，而指挥官总是在执勤。他知道主权不是给予他的头衔，这是一个他每天早晨必须重新赢得的角色。比喻很简单，你是城堡的指挥官，一个明智的指挥官不会等到战争爆发才训练他的士兵，他不会只在敌人兵临城下时才检查城墙，他每天都这样做。他醒来并巡视哨兵法则1，他训练他的训师师法则2，他坐在他的法庭上法则3，他磨砺武器并练习瞄准法则4，他审查作战计划法则5，并研究潮汐法则6。他的王国享有的和平不是偶然，它是这种每日不懈准备的直接结果。你的最终任务是将你的实践仪式化。你需要一本指挥官手册。对斯多葛主义者来说，这就是日记。马可·奥勒留不是在为我们写作，他是在为自己写作。在一天结束时，坐下5分钟，进行你的检查。今天我在哪里未能应用法则？在哪里有入侵者越过了我的大门？我什么时候是反应而不是回应？明天我将做些什么不同的？这不是一次自我评判的会议，这是一次战术分析。这就是建筑师学习和加强设计的方式。这无关乎完美。你会失败，你会忘记法则，你会反应，你会让你的注意力溜走，这是肯定的。君主和奴隶之间的区别不在于没有失败，而在于恢复的速度。当你跌倒时，不要躺在地上哀叹，不要把自己交给内疚的公共法庭，简单的站起来，咨询你的内部法庭，吸取教训，调整你的盔甲，然后回到你的岗位上。精通是成千上万次航向修正的总和。通过每日练习，你把这些法则从你欣赏的理念转变为你栖居的身份。你停止试图成为冷静和专注，你简直就是冷静和专注。你锻炼了你灵魂的肌肉，你不再需要思考如何成为大门的守护者，你就是守护者。你不需要努力去创造空间，你就是空间。你的堡垒变得如此真实，如此坚固，以至于它成为你的新默认状态。这7条法则不是一个任务清单，它们是新生活的建筑手册，它们是你主权的工程学。你内在堡垒的建设现在开始，不是明天。它从你做的下一个选择开始。如果你致力于成为建筑师和自己的主人，请宣布你的主权。如果你坚持到了这里，你不是一个普通的观众，你是一个建设者。在评论中声明，我是我自己的主人。你开始了这段旅程，听着对一个混乱头脑的描述，一个拥挤的市场，在那里你是冲动和反应的奴隶。你在那个普通人身上认出了自己，迷失在现代奴役中。现在你在这本建筑手册的末尾，你不再有借口，你有了工具。你收到了内在君主的7条法则，不是作为理论，而是作为建设指令。你学会了成为大门的守护者，
创造力量空间，并解雇外部的法官。你明白了，主权不是一个神秘的礼物，而是一个你建造的城堡，一砖一瓦，一个选择接一个选择。内在君主的原型不再是一个遥远的渴望，它是你的新操作标准，蓝图就在你手中。如果你还在这里，你已经展示了法则4单一焦点，你抵抗了跳转到下一个视频的诱惑，向自己证明了你的注意力是受你指挥的。你不是一个随意的观众，你是一个认真的学习者，一个未来的工匠大师。我们正在建立一个社区，不是游客，而是自己生活的建筑师。因此你的下一个承诺行动是双重的。首先，如果你还没有这样做，订阅频道并激活铃铛，不要把这看作一次点击，而是看作你在这所自我掌控学校的正式注册。其次，留下你的社会证明标记，在下面评论我坚持到了最后，这向我们展示了谁是真正投入的，并创造了一种社区感和纪律感。最后，你对自己有一个使命，对他人也有一个使命。对自己封存你的承诺，作为你今天治理的最终行动，做出你的主题声明。我们已经宣布了我们的主权，现在让我们宣布我们的韧性。评论：没有什么能阻止我。用这句话作为你这周剩余时间的咒语，让它成为一项法令。你对他人的使命是成为明智的向导。你生活中是否认识某个被困在混沌中的人，某个对其情绪或他人意见做出反应性奴役的人？巩固你学识的最好方式是教导他。分享这个视频，不是为了传播一个信息，而是为了交付一套工具，一本解放手册，成为你今天遇到的导师。